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多芬看看我真的比直播间主播更懂诚意和果果们。今天诚意正式官宣成为联合利华美护发代言人，这个消息一出来，果果们的反应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冲。每一次诚意有新的商务合作，大家的行动力都格外统一，根本不需要犹豫。说到底，其实并不是因为真的缺这些产品，而是因为是它。只要是诚意同款、诚意推荐，哪怕是日常已经用习惯的东西，也会忍不住再入手一份。更何况，他合作的品牌往往也很懂这一点。很多时候，诚意官宣的礼盒不仅价格设置的很有诚意，还会附带各种限定周边。这些细节对粉丝来说简直是精准狙击，所以几乎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他一官宣，果果们一拥而上，库存瞬间告急，甚至秒空也不是新鲜事。其实，很多品牌在合作前都会做足功课，他们清楚果果们喜欢听什么，也明白在直播间里，大家的关注点并不完全在产品本身。对粉丝来说，进入直播间固然是为了支持代言，但更多时候也是想在一个集体空间里感受那种共同喜欢一个人的氛围。因此，那些真正懂行的品牌会在直播内容上做出调整。他们不会把大量时间都用来讲解产品参数，而是会适当加入关于诚意的内容，比如分享他的故事、夸他的性格、聊他的作品，甚至只是简单的重复一些粉丝熟悉的标签和梗。看似偏离主题，但实际上却正中下怀。粉丝听得开心，自然更愿意停留，也更愿意为这份情绪价值买单。但不得不说，这次抖音多芬直播间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失望。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主播明显没有提前做好功课。对于果果们来说，果果这个称呼不仅仅是一个昵称，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但主播却始终用粉丝朋友来称呼，少了那一层熟悉感，瞬间就拉开了距离。更让人无语的是抽亲签环节中的一个小插曲，有一位果果的 ID 是爱上一个亿，结果主播却反复念成爱上一只鹅，而且还不止一次，是连续念了10几遍。弹幕里已经有很多人提醒，但主播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依旧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读。这个细节看似很小，但却让不少人感到被忽视，甚至有点出戏。从整体表现来看，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场直播更像是流程式完成任务，而不是一次真正为粉丝群体量身打造的互动。主播对诚意了解不多，对果果们的文化和习惯也缺乏认知，导致整个氛围显得有些生硬。不是说一定要做到多么专业，但至少应该有基本的尊重与准备。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人忍不住发出多芬还缺不缺主播的感慨。毕竟，对于真正的粉丝来说，了解诚意、了解果果们，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如果真的有机会站在直播间里，去讲他的故事，去分享那些只有粉丝才懂的细节，那种真实感和感染力是很难通过临时准备来复制的。想象一下，如果由一个真正熟悉他的粉丝来做主播，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或许不需要复杂的话术，只要真诚地聊一聊他的性格、他的努力，那些让人记住的小瞬间，就足以让整个直播间变得生动起来。至于夸诚意这件事，对果果们来说更是毫无难度，别说3天3夜，恐怕1个星期都不带重复的。不过话说回来，即便主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也并不会真正影响大家的消费决定。因为从一开始，大家就不是为了主播而来，而是为了诚意本身。直播间只是一个渠道，而不是决定因素。主播讲得好，
大家可能会多停留一会儿，顺便多听几句，讲得不好，也不过是下单之后就离开，整个过程依然顺畅。支持他的方式有很多种，而购买代言产品只是其中之一。归根结底，这种买单更像是一种情感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消费行为。无论直播间表现如何，这份情绪都不会轻易被改变。而品牌如果能够真正理解这一点，在细节上多用一点心，或许就能让这样的合作变得更加完整，也更加令人难忘。